大家好，很高兴你们又报道了。你看我今天穿一件那个背心，好冷啊，外面10几度。这个让我联想到一个曲子，舒曼的曲子，冬天的时候。这个是在这个少年的曲集里面的一首，第38首。他怎么会写那个少年的曲集？因为他自己有孩子啊，所以他看那个小孩子成长，这个觉得好像很有意思啊。而且他的女儿，他的大女儿啊，已经开始在学琴了。他觉得那些钢琴的曲子很不适合小孩子弹，干脆自己写嘛。他是作曲家，他觉得写那些小孩子的曲子，好像重新发现这个作曲的乐趣，好像重新开始作曲，造成一个新的风格。也许是这样子，那些曲子那么有名，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弹过了。那么他总共写的43首，前面18首是给年轻的孩子、小孩子，其他的就是给比较成熟的小孩。那些比较成熟的，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学琴啊，大概是第1、第2年啊，就有时候弹那个舒曼的曲子，但是我们自己成熟一点，好像没有在弹那个曲子，所以一般后面的曲子我们都不知道。这个本来就是送给他女儿当生日礼物，那是在1848年，女儿7岁，女儿叫 Marie， 小名叫 Marie 贤，他很疼爱这个女儿，所以他写这个曲子非常的开心，很好的教材，我们弹的也是弹得很开心。那结果我发现这个第38首跟39首，两个都是为冬天而写的，有这种冬天的气氛。这个和声很冰凉，但是和声里面又有那种盼望这个春天的这种温暖的这种热情在里面，所以很矛盾。这个曲子你们听听看，你们会感到什么？冬天的样子。冬天我们在里面，从里面看外面，冬天好像很漂亮，看到这个雪景，哦，好漂亮，好漂亮。你在外面哈，哦，你快要冻死了。所以外面那些生活形态好像都冻住了，都这个好像没有在动。所以看到一些鸟在飞，你喂鸟的时候它就过来吃，但是其他的那些树木啊，花树啊，那个地都很硬啊，都冻得很硬，好像整个生活都停下来了。尤其对当时的人来讲更是那样子，因为有没有电灯啊，有没有暖气啊，它有火炉啊，但是那火炉前面很热，后面你的背后就很冷啊。所以也是很艰苦的时候。我觉得小小一个曲子啊，它能够包含了这些气氛，实在很伟大。
这个曲子最重要的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休止符。他弹一小段就断掉了，就冻住了。又弹一小段，又停下来了。第一段就是这样子，好像有点没办法发展，好像一直有东西挡住了哈。那段啊，你们要注意那个和声，那个上面的音要很亮，所以觉得有点冰凉的这种感觉。第二段就不一样，第二段它好像又要突破，它就没有休止符，它就这一个乐句这样发展下去，越来越大声，好像后来就好像真的是这种盼望的那种春天的那种感觉出来，但是又收回来了，又开始跟前面一样，但是有一个地方不一样，你们也大概也听得出来，有一个假中指，它原来应该是 C 小调结束，它那个是 A 降大调，就是这种盼望的心理。所以它断掉的时候，你也不能继续动，你不能这样子啊。这样就违背了他的意思。他断掉，你也是要动作，也是要动住，你才能表现它的意义出来。这个跟速度也有关系，你的速度不能加快，但是第二段他就没有讲那个休止符，他就一直这样，好像一叠一叠的上去啊，你就可以稍微加强那个速度，然后那个力度也可以增加，不一样。所以那个曲子它的这个构想很好，前面就是这样有那种无奈的那种很有点悲哀又有盼望，但是第二段好像真的是要突破，速度要注意啊，前面速度比较缓慢，下面的速度可以慢慢的加快。这个就是假中指，就是移调那个 A flat 大调，就是好像打开一个天空，好像有一个新的盼望。所以小小的曲子都很有启发性。我会联想到这个安德森，你们知道吗？那个丹麦的作者安德森，他写的那些小孩子儿童故事啊，那些神仙故事。他写了一个我们小时候念的那个故事，大家都在哭，所以我不敢把这个故事的内容告诉你们。就是那个少女卖火柴，有那种说不上，就是这个气氛。还有一个，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印象？大概是这样的，有印象吗？柴可夫斯基第六号那个悲怆这个交响曲第4乐章那个主题。所以柴可夫斯基他也知道这首，因为他自己也写一个儿童曲集，他很欣赏舒曼，
所以他一定知道这首，说不定他也是有点启发的。所以这个教材非常的好，你们就慢慢看。还有第二首，冬天，我下一次再给你们介绍。今天介绍到这，谢谢你们收看，拜拜。